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 Replicube。我有在推特上面已经关注这个作者很久了，因为他一直都在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宣传他的作品。然后刚好前阵子我就把它入手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们一起来玩玩看这个游戏吧。这个游戏主要是利用程式语言去做出类似这种像方块的东西，然后用程式语言写出的数学式来去生成这些物品，这样子。那我们来试试，我们来开始吧。这个游戏呢，它是生成这种3D 的物件，然后是由这种一小个一小个方块去组成的。那这一个一个的区块呢，我们叫做 voxels， 然后它就把它分成很多个格子这样子。每一个 voxels 可以是空的哦，0的话它只是一个边框而已。然后1到16，很像那一块的羊毛颜色一样，它就可以为这个方块上色。那要做这些物品呢，你需要 write code， 你就需要写程式来去决定这个值，决定这些方块的颜色的值。回传一个数字的话，这一个 voxel 就会，这整个区块就会变成它的那个颜色。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复杂的物品呢，怎么办？这时候就要开始写数学的式子。那他这边举的范例是说，他应该是用一个 for 回圈吧，就是你可以慢慢的这样去叠加，或者是 while 都可以，或者是呢，它这整个空间用 x、y、z 轴去分开。你就可以用 x、y、z 或者是一些等式、不等式去表达这空间里面的位置，然后帮他们上色。好，现在稍微有点变得进阶了。他说，在 x 等于0的位置的话，就 return 7，那7是红色嘛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红色的轴就是 x 等于0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平面，红色这个平面它就是回传7，所以它就会变红色的。然后 y 等于0的话就是这个蓝色的，所以它会等一下哦，它的 z 轴是不太一样，所以它的绿色的这个轴是 y 轴。一般来说，好像蓝色这个才是 y 轴，对不对？那它这里的话 ，y 轴是这边这个方向，它就是说 y 等于0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平面，它就会回传10这个绿色。那 z 等于0的话，就会是这个蓝色的这个部分，也就是说这个蓝色的轴，这里有一个蓝色的轴，它是 z 轴，那它回传的值是13这个平面，这个蓝色的这个平面就是 z 等于0，所以它这个是蓝色的平面，所以这是一些教学的意思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了，这个页面应该就是这个游戏的主画面。那这里就是写程式的地方，然后这边的话是 comparison result， 这个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它这边每个位置都可以跟你讲说它的 x、y、z 值，还有它的这个值是多少，它的值就是代表它的颜色嘛。那比如说这个就是 x 等于-3，y 等于3，z 等于3，它是回传7就是这个红色，所以很简单，我们就回传7。这样子就解决了。好，下一个他是说，他想要是这个样子 ，y 大于等于1的位置是这个12，也就是这个深蓝色。这个我们大于等于1就好，大于等于1就是大于0嘛。然后就是 return 这个 dark blue， 然后它下面这个呢，它这边是8嘛，但是我们这边是10，所以它要 return 8。也就是这样，有人用6行就能解决了。那我们也可以写成这样，就是 y 大于0的话 ，return 深蓝色，然后就直接 end 掉这个 if block， 接下来这里 return 8就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 code size 就会减少。好，那如果我们想要把 code 变得更短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做，就是说，我们先判断这个 y 大于0的位置，那我们就把 y 大于0的位置跟这个颜色绑在一起，它是12嘛，然后我们用一个 or 另外一个条件，把它用或连接在一起。或8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 code size 是8。好，我们的排名来到了516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让它更短的话，也是可以。如果你用数学式去让它判断，就是说，有一个某一个 function 某一个函数，它判断输入的 y 会大于1的话，那它就是会输出这个就是12这个数字。那如果它输入都是小于等于0的话，就会是回传这个8的这个颜色。好，
那下一个题目是说，他想要把它变成3层，我们就快速解。这个是7、9跟11嘛，所以我们就它是大于1的位置就会是红色，然后小于负1的位置就会是绿色，那其他的话就是会穿黄色。这会是最一般的解法，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其实排名很后面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用 else if 去接这个条件，这样就可以省一个 and 了，或者是我们刚刚那个方法，也就是说这个条件是绑在一起的，然后 green 是11，然后或者是回传9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删掉。好，我们的排名一口气来到了679。下一题它有点像是一个千层蛋糕，他说 returning 0或是 empty 会让这整个就是变成一个没有方块的空间。那 x 大于等于2的时候，或者是 z 大于等于2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程式嘛？这是这个部分它就会变黑色。那其实我们不想要让它变黑色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的位置应该是在这边，所以应该会是大于等于0的位置跟 z 大于等于0的位置，就是这个区块，我们要让它是空的。那下面这个部分它是怎么让它变成彩色呢？你会发现它这里的颜色是19、8、7、6、5、4的意思，所以它这里就是说颜色只是一个数字而已，所以这一个程式会让这个 y 坐标 add red 就是7，red 就是7的意思，7加上 y 就是说这一层是 y 等于7嘛，那它只要往上一层就是 y 加1的意思嘛。就是 y 等于1的这个地方，它就会变成橘色，因为红色的下一个颜色就是橘色，所以 y 等于0的时候，这个值是7，所以 y 等于1的时候值就会变8。那相反的，如果你 y 变成负的，它就会往下减，所以它的颜色就会往下变紫色、变粉色、变桃色。好，我们的排名现在来到1504，那我们可以试着再把它缩短一点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 小于0。或者是 z 小于0，也就是这些位置，它就回传这个 y 加7，这样子一行就可以把它写完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题。下一题它只是在这个 y 大于0跟这个 x 大于0的位置，以及 z 大于0的位置。那我们就 return 这个5，这样子应该很短了。下一个它想要变成这个井字号的感觉，你以 x 轴来看，它如果距离这个 x 等于0的位置是2的话，它就会是有东西的这个平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判断就是像是它现在是 x 等于4嘛，它的绝对值 x 等于4，所以就是说在-4跟4这个位置它都会各有个平面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2，它就会变到中间这样子。它的 z 它是限缩在这个-1到1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-1到1。其实这个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的意思其实也是就是说，它的绝对值要是在1之间。哦，它可以透过这个拉缩去看，这个或许等一下会用到。接着呢是横的方向，横的方向这里也是一样嘛，它是 y 等于2跟 y 等于-2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写，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它变成 and 的这个条件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 or。但是 or 的话，它又会把这个条件吃掉，所以我们把它改到后面，然后把这个括号刮起来，像这样子，就是说，这个 x 轴的方向跟 y 轴的方向，它的绝对值是2的时候，就会是这个井字状。然后因为我们要把它在 z 轴的方向限缩在这个1的范围，所以我们把它用 and 的条件接在后面，然后这两个条件是用或的这个方式，这个 operator 去判断这两个条件。我们的排名在1811，其实还可以啦，1811。它这个 syntax error， 他说and expected， 就是说他期待会有一个 and 的这个关键字在这个 if len 的后面，就是这个 if block 的后面。看一下这个程式错在哪里，像这里的话就缺少一个 and， 然后它这边的话是红色，它这边的话是黑色，所以我们要找我们的灰色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7。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写成这个 else if， 就是
你可以把它写成很多个 else if， 这样就可以省很多 and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排名在751。好，那他现在要做一个，就是他说是梳洗，是不是？梳洗，它里面它是长这样子，所以每一个 block，每一层都是中间是红色，周围是饭，然后外面一整个都是海苔这样子。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 ABSX 吧，这个我们刚刚学到的嘛，它会介在这个2到-2之间，2到-2之间，所以它会是2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 if 起来 ，then 我们把它做成海苔，海苔的话是11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还有上面这一层，上面这一层是这个 y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把它改成 or ABSY 等于2的时候，所以它外面这一圈就形成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是中间这个部分。那中间部分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做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最后中间那个地方就是7，这样子就做完。好，那第二个想法是这样，它这边的话是一个距离中心有几层的一个函式，就是说它会对这个 x 取绝对值跟 y 取绝对值的值做比较，然后看哪一个最大，它会取最大的这个值 max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一个它是-1、1、2，就是说它的 x 是-1，它的 y 是1，所以它距离中心点就是取那个绝对值 ，x 跟 y 取绝对值，然后取最大的那个，所以是1嘛。那这一格的话，它是-1跟2，然后跟对 x 跟 y 分别取绝对值的话，这个2会是最大的，所以它距离中心点就是第2层。那距离中心点第2层，它就要涂绿色，对应到这个有一个 color 的 map， 它就是说，绿色是这个，所以最外层的话，它就会涂绿色，然后距离最近的话，就会是涂这个红色7，然后1跟11这样子。那因为 Lua 它这边的 index 都要加1，就是它是从1开始算，下一个还要做一个杯子 ，x 跟 z 都等于3，然后我们就 return 这个15，这样子就完成。像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把它分成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好了，所以我们说 if y 这个大于0的话呢 ，then if 它的 x 小于0。我们就 return 橘色这个部分8小于1，是不是小于1？然后这个部分呢，它也是一样，它是介于1到3的位置，所以呢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 else， 然后把它写成一行 return 这个 green 是11，这样子就写完了。下一层的话，它是else 嘛，因为它会是y 大于0的其他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就是 else。这个部分的话是 z 大于0，然后其他部分就是填红色。那我们现在来到5020，哇，这个排名是有点后面啊。我们来看第一名，第一名用20个 code， 那我们就也是一样写那个条件好了 ，return x 小于1 and 8 or 11这样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就return z 大于0 and 13 or 7，有时候可能要等一下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直接进步了4000多名，所以现在来到1039，那其实还不错啦。那我们就下一题吧。下一题它是一个叉叉，然后中间有一个黑色，是不是？它这边有个 typo color， 哦，所以它只是教给你改，是不是？他说，他们这边创造一个新的变数叫 color， 然后跨这个很多个 if 方块去操作。我们来看每一个在做什么。x 等于 y 就是这一个平面嘛 ，x 减 y 等于0嘛，然后 x 等于负 y 的话就会是另外一个平面，也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平面。那它现在 z 等于0就是中间的黑色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但是它这边做了一个逻辑，就是说。它的 z 是以这个黑色为界，它的这边的话是 z 大于0的，这蓝色的值是递增嘛，所以就代表这个方向是 z 轴的正方向。但是它如果判断说这个 z 小于0的话，这个 color 就会等于 color 加1，就是说它发现这个粉红色就是这个紫色的旁边一格而已，它就把这个颜色加1，所以就这里的颜色从5就变6。
所以它这边就直接变成紫色。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黄色的下一格是绿色，所以它就是直接加1，所以这样其实就完成了。1338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，30是不是？好像是26。这个 X 开头的这个人好厉害哦！我刚刚看到他都会排名最前面。那我们回去我们的这个 mail， 他现在 tutorial 完成了，那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这个 intro challenge。那这个 staircase 呢，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，这个它是一个 x 加 y 等于0的一个直线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回传这个 x 加 y 等于0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这个 x 加 y 是否等于0，它就会 return 1，所以它就是直接这样子一个斜线就可以。我们来看第一名他写了5个，是不是5个就可以解决了？哦，我想到了。他只要把它移到等号另外一边就好，这样子我们就是第一名了。下一个的话，它是 x 等于 y 等于 z， 是不是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，像一个蜘蛛网一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怎么写啊？它应该是说我们要先把它的条件都写出来，所以就是这个。x 等于 y and x 等于 z， 然后 abs 的话，它就是会出现这2条，然后我们再把两边都加上 abs， 它应该就会呈现出这个样子，然后最后再 and 黑色就好。36，所以我觉得36名很够了，所以他现在开始要用这个取余数的这个符号，取余数等于就是它可以做出这种像间隔形状，那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比如说这个 x 轴上面现在是-6、-4、-2，就是每2格2格这样去做嘛，那也就代表说它除以的数字是2，然后它的方向是 x 去做这个相对应的这个调整。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写的这个 code 出了什么问题，就是说因为 x 它现在回传的情况是它等于1的情况。所以它就是在5除以2余1的这个情况都会出现这个方块，可以做一个减1或者是加1的动作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下一题他想要就是这种棋盘，西洋棋盘的感觉，观察一下好了。他这边的话都是这边白色的部分都会是 abs 2个相加起来除以2等于0，除以2的余数是0，所以我们把它改成这样。然后把它移到下面，这样子就结束。哦，成功了。像这样子的话，就是说，它只要 y 不是等于0，因为这个棋盘在 y 等于0上面嘛，所以它 y 不是等于0的话，它就直接 return 空的。那如果 y 等于0的情况，它就是会判断说这个白色的部分，它就会是这个它的 x 加上 z 模2之后会是0，那就给它涂白色，不然就是涂黑色。对啊，20算不错。下一题的话，它是这个彩虹，那它是限缩在这个z 等于0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就是z 不等于0的话，就直接 return， 这个就是 base case。然后这个下面是从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、16加到16位置，所以它从这个部分，这个10的位置开始，这边的话是 x 加 y 等于0嘛，这样子。那接下来就是 x 加 y 等于1 ，x 加 y 等于2 ，x 加 y 等于3，然后 x 加 y 等于-1 ，x 加 y 等于-2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，我们令 k 等于 x 加 y 好了，因为它只会出现正值，所以它要给它一个这个，它要给它一个偏差吗 ？offset， 对，它要给它一个 offset， 然后就直接 return 这个 x 加 y 等于10，因为它就是说它这里从10开始，然后
x加 y 等于1，x 加 y 等于2，然后但是它这边因为一开始是10嘛，所以你要加一个偏差10，这样可以。刚是这样嘛？啊，他把它看成10跟 and 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能加在后面，这样子就省去挂号，这样就更省。排名来到1了，2000多名直接晋升到1。最后一题的话，应该很简单啊 ，Q table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在这个 y 等于1的位置的时候，让它 return 这个棕色。像这样子，我们就有一个桌面，这个点是什么？就是它是同时满足 z 的绝对值是2，然后 x 的绝对值也是2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说这样子，它就会是桌角部分嘛。它现在的 y 值超过了 y 值，所以这样子就完成。我们把它全部放到这里。这样就变23，好，确实不错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吧。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，请多多支持这个作者。这个作者真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，能想到这个游戏跟能够做出这个游戏，以及他这整个游戏的品质，真的是很值得花这个100多块去买的。那么下次见，拜拜。